我是从2016年开始接触一甩瑜伽的，那到今天已经9年了。回顾一下过去这9年，我练一甩瑜伽的整个历程，包括每个练习我会有什么体验啊，对我有什么帮助啊，我的事业、身体、家庭，我的生活的方式有什么改变，我去印度有什么体验，等等的，想做一个回顾。那我是香港出生，说广东话长大，讲广东话长大。但是这个视频呢，我想用国语来说，因为香港人可以听得懂国语，但说国语的未必能够听得懂广东话，所以我接下来用国语来说。首先，福仔，你可不可以走开？你過嚟食啊，爸爸抱住。那我是在2016年开始接触一甩瑜伽，当时在上海，我当时是歌唱老师，我本身已经研究声音训练20多年了。接触一甩瑜伽之前的呢，帮一些艺人做一些演唱会的训练。大学里面教这些声音训练的东西，自己也有一个团队是教唱歌的团队。回到2016年，当时为什么我会接触一甩瑜伽呢？我本身对瑜伽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对我来说，瑜伽就是拉筋，就是以前小时候玩一些游戏，其中有一个游戏叫做《街头霸王》，里面有个印度人会飞来飞去啊，会喷火啊。瑜伽对我来说就是那种东西，跟我本来的生活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我的工作就是刚刚在美国拿到一个声音训练的国际认证。2015年带了自己的团队去上海去发展，所以当时我是带着几个人一起去，又要开发市场啊，又要自己的教学啊，又要想怎么推广啊，那你人生又不熟啊，就很多事情。歌唱老师跟其他的职业有点不一样。我以前打工的时候，打工赚钱交学费，我就发现很多打工的时候呢都可以偷懒的，就趁这些主管不在的时候，你可以聊天，你可以在发呆。但是歌唱老师不一样，学生来到，你跟他上课60分钟，你是每1秒钟都要非常精神、专心的去听他的声音，去帮他解决那个声音问题。然后我是从早上9点钟要教到晚上9点钟、10点钟，所以中间是需要蛮大的专注力和身体的状态。一定要保持得很好，否则学生来到我很困，那就完全教不了了。所以我是一直要找一些方法，如何可以帮自己睡少一点，可以吃少一点，因为对我来说，睡觉吃饭在那个时候是浪费时间。我的整个生活的重心是发展我的事业，所以有什么方法可以睡少一点，吃少一点？同时是保持很精神、很专注的状态了，一直在找，直到我有一次有个学生要参加内地的一个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来跟我练习的时候已经唱得非常好了，他就过了很多面试，进到最后一关去录影那里，然后他最后告诉我说完全发挥不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太紧张了。所以我当时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唱歌的同学本来可以唱得很好，但是面对很多人的时候唱不了，心里面有些恐惧，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恐惧呢？我就在研究，试过很多心理学的方法，但都是他们明白了那个道理了，就是不要这么紧张了。我也明白了，但是做不了，所以就一直在继续找方法。有一天呢，我就在电脑搜如何解决恐惧，这样就看很多相关的资讯，想找那个方法。结果看到一个视频，就第一次看到萨古鲁了。当时我对萨古鲁的印象就是一个包着头的印度一个阿伯，还是大叔，他当时好像应该是40多50岁吧，就一个印度人的感觉。他就说
恐惧是来自你大脑的想法。那你如果要控制你的大脑，不要想一些让你恐惧的东西，那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大脑里面呢，没有减法，没有除法，它只有加法。你越不想什么东西呢，它就会越多。说的头头是道，那怎么解决呢？他最后就说了，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叫做孙理的课程的练习，就可以教大家如何跟你们的大脑保持一个距离。 That's why we gave you a simple device called Shunya, where you create a little distance from the mind. Once distance happens, even if it's a noisy mind, still it doesn't matter. 就他说完之后，原来有一些方法是可以，不是要像西方心理学一样，只是叫你不要想这么多，或是想一些正面的东西。原来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跟我们的大脑保持一个距离。那怎么保持呢？孙理课程，那怎么学呢？我马上搜哪里有孙理课程，结果搜不到。当时我在上海没有，但我搜到另外一个，因为我搜沙古的资讯之后，就发现他有一个组织叫做伊耍。那我就搜在中国内地当时有没有课程，就搜到，原来有个叫做伊耍瑜伽，里面有个叫做 Surya Kriya， 当时是隔2天就要在上海开课了。那我想我不懂啊，不懂这是什么，我想上孙理，但是有另外一个课程也是伊耍的，叫 Surya Kriya， 我就想孙理Surya Kriya。孙理虽然好像差不多那个名字，我先去试一下。结果一去到发现一个男生都没有，全部都是女性。我就在想，是不是去错地方了？这个就是我去学第一个伊耍瑜伽、接触萨古鲁的态度，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想体验一下这个印度老头说的头头是道的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因为我教唱歌，我经常说一个概念，就是学习是体验，不是我说是好你就要说是好，你得要体验一下，你的经验才是真正的判断的标准。所以我没有去想这个练习对我有没有用啊？我又本身不喜欢瑜伽，瑜伽跟唱歌有什么关系啊？瑜伽跟心理有什么关系？我完全没想这些问题。我只是想说，既然你说可以有些方法可以帮我们超越这些恐惧，那我就体验一下，可以就可以，不可以我就不练。所以我是带着一个试一下吧的态度去试。那去到了，老实说，第一个感觉，我对伊耍瑜伽第一个感觉呢是有点负面的，因为一去到就看到萨古鲁的相片放在中间，我就想什么鬼啊？旁边又点个火灯，这是什么邪教吗？要进行什么仪式吗？每个我们进来的时候呢，我就留意到有那些志愿者跟我核实，好像很怎么说很正能量的跟我核实。我当时就有一个，就是从小到大，妈妈都叫我不要这么容易相信陌生人，人家如果对你笑的话呢，是对你有企图的。当时是这个感觉。上课的时候呢，我之后有听到有很多学过其他瑜伽的同学说，伊耍瑜伽的老师怎么只是坐在那里说话又不示范？但是我以前没有练过瑜伽，我不知道其他瑜伽课堂是怎样的，所以当时那个老师很年轻，坐在那里去说，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我唯一觉得是他说话为什么说的好像在背书一样，完全都不生动，又不好玩，又不幽默。你知道我本来是歌唱老师，我要面对很多学生的时候，我要带领那些氛围啊，我要懂得去怎么切换我说话的模式。所以当时我是用我作为一个老师的态度来看那个老师小妹妹说的怎么这么闷呢？但不过反正钱我都交了，他叫我做什么动作我就做什么。这个就是我对伊耍瑜伽第一节课的印象了，不怎么样。但是呢，最神奇的就是经过2天的课程之后，我发现我的整个状态变得非常不一样。以前我上课我也可以很专注，不过要靠着咖啡了，有点要用意志力把自己的状态撑起来的感觉。但是练完2天的课程完结了，我到第3天自己在家做一次，总共大概30分钟左右。做完之后，我突然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专注，我可以说，对比起我之前的那个工作状态，前所未有的专注，很高的能量，很高的能量是高到好像喝了咖啡一样，但没有喝咖啡之后的那个躁动。所以一起床做完之后，我发现，哎，怎么整个状态变得这么好？然后就马上去楼下，很有动力的去骑那个自行车，去很远去拿一个快递。再回来路上，我就发现，怎么做事情好像没有很多拉扯了。以前做事我知道那个事情要做，但里面会有个惰性，但我会用意志力把它克服掉，再做那个事情。结果会有一种内耗，做是可以做到，但背后是有一种吃力，有一种用力，久了就一定需要休息。不过呢，做完那个Surya Kriya之后，发现那个专注力和那个行动力是自然而然就出现，就是因为这个让我接下来的一年，2016年到2017年中间Surya Kriya每天都自然发生。每天一起床我就会做，因为我知道我做了之后跟没有做，整个状态有多不一样。那个时候是我创业最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带着几个人，还要去教学，所以要对我的事业负责，要对我的团队负责，要对我的学生负责。如果我不做练习，我可以用意志力把它撑过去，但我发现做完练习之后，很自然而然我就有一个行动力，把所有东西可以顾好，所以就一直做。光这个练习让我得到什么呢？就是身体它慢慢在改变，变成可以吃的越来越少，变成一天只是吃2餐，那个时候2餐现在可以1餐，然后睡眠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变到在2017年，我大概可以每天只是睡5个小时，每天吃2餐，所以我就有很多时间去工作。而同时，那个工作以前是要吃力，现在是很自然的。在这一年，我学了如何去开发市场，如何去做媒体，去拍视频，做剪接、打灯、配乐、教学的进步。飞去美国继续学唱歌，帮一些艺人负责去训练演唱会，培训下面的歌唱老师，让他们去教学。新的工作室看那个场地，看如何装修，装修得很漂亮，自己又学设计，如何弄那些灯光。为了那些灯光，又特意飞到北京去看一下那些很漂亮的地方是怎样弄，然后再飞到广州弄那些灯光。短短1年。我做了很多事情，现在回看，如果没有Surya Kriya，也可能可以做到，因为那个时候年轻，但这个过程就不会是享受的过程，就会是吃力、紧张的一个过程。看以后有没有需要，可以再拍一个视频，可以详细说。但这个是目前到此为止我的对于Surya Kriya的一个回顾。所以我就这样继续练Surya Kriya，当时也没有想要去参加更多伊甩的课程，因为我的出发点只是工作做得好一点，那当时已经很够用了，我觉得，所以就没有去想要参加其他伊甩的课程。当时我也隐约知道有一些其他的课程的，因为也会持续的看萨古鲁很多的文章。他会教我们如何吃饭啊，如何睡觉啊，如何走路啊，如何呼吸啊，人际关系怎样啊，你的事业的愿景是怎样啊，如何经济的好像那个百科全书一样。总之就是遇到什么问题自己想不明白，我就搜萨古鲁如何解决什么，萨古鲁如何睡少一点，萨古鲁如何健康，萨古鲁如何经营事业，就什么都是问萨古鲁的一段过程。所以就看他的文章，他隐隐约约都有提到过其他的课程，其中提的最多就是内在工程。所以内在工程对当时的我来说呢，好像是一个比较进阶的课程哦，是好像在你内在要做一些工程。但我当时没有想要在我内在做一些工程，我也没有想上一些进阶的课程，就知道
但是没有兴趣。直到2017年，我当时的学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跟我学唱歌的时候，她问我：“诶，你为什么每天都可以这么精神啊，又可以做这么多东西，为什么没有看到你累过？”我就教她说：“你去上素雅课约好了。”结果她自己去报名，然后就每天练习。每天练习之后呢，从以前每个月都要去看一下医生，怕冷，到之后就都完全不需要了。之后他就发现萨古鲁在2017年会来香港开内在工程，他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那我说好啊，那就一起去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内在工程。我当时去也是完全是一个不知道内在工程是什么东西，他会教什么，他会说什么的状态去了。纯粹也是只是想去体验一下，是在香港机场旁边的一个很大的博览馆。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现场看到萨古鲁，他一出来，我旁边有一个女生穿着全身白衣服，就突然在大哭。我当时又是看着她，就心想什么鬼啊，又是内在工程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字，说。说，从早上说到晚上，继续说，连续4天的一个课程。因为我住得远，当时是住在香港屯门，下课之后呢又很晚，我就是马上下课11点上车，回到家12点多洗个澡，大概1点钟左右睡觉。明天它是7点钟开始，所以我要马上睡觉，起床。做完我的素雅课约，再坐车去。所以我当时是几点起来了？1点钟睡觉，是5点半要出门，就是4点半要做完。我4点钟起来，睡了3个小时，马上坐车回到场馆，继续听萨古鲁说。到最后一天，萨古鲁说准备要帮我们开启一个练习，叫做香巴维大手印。开启之前有一个短暂的休息，就要求我们在短暂的休息的时候要做一个东西。我就看到很多人都没做，但是我就照做，因为我还是觉得你来到，如果要体验这个对你有没有效，那人家怎么教你，你就怎么跟着做了，跟着那个要求去做，你就可以体验到这个东西原本是怎样。香巴维大手印一开启，在那一刻我跟着萨古鲁现场的指引，突然间体验到一些以前从来没体验过的体验。怎么说呢？如果现在要我回顾，我在上内在工程之前，我人生也会有很多好的体验啊，吃到好的东西，买到想买的，听到自己喜欢听的音乐，看到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旅游，达到自己想完成的目标，自己的工作获得很多人的认同，赚到钱。所以生活中我是有很多好的体验的，但是所有这些体验跟香巴维那一刻我感受的体验是完全2个东西来的，而不是说我以前的那些吃得好、睡得好、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买到自己的东西，然后再放大100倍。我以前可以赚到10万港币一个月，我要赚到100万一个月，我就可以得到香巴维那个体验。不是的，它是完全两个不同世界、不同时空的体验来的。香巴维那个体验是给我体验到超越自己五官，或是你大脑里面完成了一些目标的体验，是超越所有这些东西，好像另外一个不知道哪里的给我的突然一个体验的感觉。我那一刻才开始，原来我们的生活不只是那样哦，原来还有其他的体验，我们是从来没体验过的。而且如果没有这个香巴维的钥匙，我可能我的事业再成功，我的家庭再美满，到我死了，我也可能感觉不到那个体验，那不就很可惜了吗？我们人生只有一辈子啊，那这一辈子对我来说，什么是成功？就是你到死那一刻，你体验过了
自己作为人可以体验到的所有东西，那不就圆满了吗？但如果你死的那一刻，你发现这里有一些东西你本来是可以体验到的，但你错过了，你没体验过，这不很可惜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做完之后，有一种好像自然而然从里面流出来的一种美好的感觉，好像吸了毒一样，好像喝醉酒一样。而那个体验不是建立于任何外在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的开心是来自因为外面发生了什么，你的家里很漂亮咯，你的身材很好哦，你赚到很多钱哦，所有这些外在带来的开心，同样外在也可以把这个开心拿走。你有一天身体老了怎么办？你的事业如果突然间往下怎么办？你的老婆突然间不爱你了，离开你了，怎么办？生活还有很多更极端的事情啊！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了，你就崩溃。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体验是建立于这些外在的事情。但是香巴维给我的那个从里面流出来，好像喝醉酒那个感觉，它是自己的，它没有任何依赖的东西，它是自然发生的。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太美好了，跟苏亚可维亚一样，因为我练了之后，那个经验太美好了。萨古鲁说，你每天要练2次，进行一个48天的曼陀罗，我都不管那48天了，反正每天就做，因为太开心了那个感觉。对我很多人来说，创业事业是一个很多挑战、好困难、好累、很紧张的一个过程。我以前也以为是这样，香巴维之后，我发现它累是累，事情多是多，但同时那个过程是可以很好玩的，每天笑到不行的，创意无限的，总之就是很好玩的。无论你遇到什么情况，好像就变成打游戏一样，就过了一些关。所以1天2次香巴维，1天1次苏亚可维亚，就是我当时的生活状态。还有什么要补充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带团队，我发现原来任何人去做一个事情，如果开始超出他的能力范围，或是那个工作开始大的时候，人就会开始有点压力，状态就会一天比一天沉重。那这个时候就分2种人，第一种人他就直接放弃了，算了就不做了嘛，为什么这么累？有一些人像我以前很坚强的、很意志力的，就硬撑过去。但是硬撑呢，你硬撑得了多少时间？第二，你不断内耗的话，也会影响你工作的品质。所以萨古鲁经常说，我们练瑜伽，先把自己的里面，自己不是一个问题了，然后再去处理外面，而不是50%在外面，50%在里面内耗。如果我没有想办法提升他们的状态，无论我怎么做，我都是只有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大家都变得更好，这个团队自然就会好。帮他们出钱，你去学这个瑜伽，你去学这个内在工程，帮他们买了一个机票去马来西亚。当时萨古鲁在马来西亚现场的开启，回来之后，我定一个规则：每天我们正式工作之前，你们在家先完成这2个练习。他们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很开心，有的时候会很累的，从早教到晚，然后又要剪片，又要跟他们开会等等，他们很累。但是每当到了傍晚的5点40分，我会跟大家一起再做一次香巴维。一踏出那个房间，我们感觉又好像复活了一样，又完全回到满血的状态，又继续做到晚上11点，明天早上5点半起来做瑜伽，又继续到晚上11点，然后明天又这样可以连续这样连续了好久。累是累，但没有压力，1年中间都可以没停过的。我记得有1年是到了除夕，就是那个农历的12月30，对，戌时，对不对？大家要回家吃饭嘛，我们都忘了，我们是很投入的去玩。但如果我们对这个工作不享受，早就想走了，早就想回家过年去放假了。但我们放假都忘了，因为太好玩了，工作变成，所以就有一点半推半就半强迫的。
让他们去练这些瑜伽。他们当时也跟我一样，这什么鬼啊？为什么要练瑜伽？教唱歌为什么要练瑜伽？但我不用解释太多，去练2个礼拜后，他们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所以这2个练习让我的事业当时变得很成功。每个礼拜都会有学生在不同的城市飞过来找我们去学唱歌，他们又赚到钱，我们又教得很开心。然后，总之这个过程是很好玩的。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吃饭。所以总结就是，2016年Surya Korea，2017年香巴维。Surya Korea呢，就让我的行动力很高，很专注，睡得少，吃得少，但是做的多，可以继续做下去。香巴维之后呢，一样这样，但里面多了一种非常美好的、自然的一种好的状态流出来，就是比Surya Korea多了这个。到了这个地步了，我就自然想探索的多一点了。怎么可能有香巴维这样的体验呢？还有没有？那当然就马上找一下课程介绍。哦，原来香巴维，我本来以为是一个进阶的课程啊，原来有个真正的叫做中阶的课程，就是孙里啊。哦，就是我一开始想学的那个孙里啊，结果学了Surya Korea。但孙里呢，只有在印度有开。那我们在2018年呢，我就带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的现在的太太，第一次去印度了，就是为了学Surya Korea，不是，就是为了学孙里啊。那孙里啊，现在到现在2018年到现在5、6、7年，有什么感觉呢？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感觉，有什么体验呢？我得到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得到了什么。就非常奇怪的一个练习，我只是每天照着萨古鲁的指引，每天按照要求进行2次，得到什么是什么，我完全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只是照做而已。这个练习有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我也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会继续这样做了8年呢？不是，是7年了。因为经过了香巴维之后，经过了2017年在香港第一次现场感受到萨古鲁的能量之后，我对他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疑问了。以前就觉得是一个很会说话的印度人，但是现场真的，因为香巴维最后完结了之后，萨古鲁在那个前面那个前台，我们就走到那个前台前面，那个音乐在播着，萨古鲁就这样按他，就这样，就是他不是在跳舞，萨古鲁不是很喜欢在这里摇啊摇啊，那个不是跳舞，在晃。对，就是萨古鲁就在那个台上面就在跟着音乐晃而已，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在前面，当时还拍了个合照，就不是跟萨古鲁合照，是我在后面那个台，我就拿着这个相机拍我，然后就拍萨古鲁，所以现场他给到我的感觉是骗不了人的，无论你说的再好听的话，那个感觉我从来没体验过，任何人可以给人一个这样的感觉，而那个感觉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或是他穿的怎么样，而是那个。你们去感受一下，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怀疑。教我做孙里啊，每天2次，那就每天2次去跟着做咯。那在孙里啊课程里面有另外一个学到叫 Shaktichana Kriya， 是一种呼吸的练习。哇，那个简直是一种折磨，因为它是要跪坐在地上。我当时的脚踝痛到妈妈都不认得我的那种痛，但他说每天回来还是要持续48天，每天2次。那我也是很痛，我也持续48天。那个练习，我一开始我还用自己的认为的概念去看这个练习，因为当时我是因为要教唱歌，我要了解呼吸上的东西，我去学了很多站桩啊、中国传统武术啊的东西。懂得很多呼吸的法门，这个 Shaktichana Kriya 又是呼吸，我就以为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直到我在教师培训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个练习对我有什么作用。可能以后再说了这个。所以总之就是这个孙里的冥想是干嘛的，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只是跟着照做。Shaktichana Kriya 非常强大，
但是我是到2021年左右我才感觉，现在我也有在做。如果时间有的话，我每天也是一天做2次；没时间的话，也保持一天可以做1次。参加这个孙雅课程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女神庙和迪亚纳林嘎。当时我的太太看到女神的介绍，心里面就突然有个愿望，说很想把她请回家。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直到我去了那个女神庙呢，一进去，我感觉到好像嘣有一个能量打向我，我坐在这里闭起眼睛，这是。如果说香巴维是我第1次的爆炸，在女神庙就是我第2次的爆炸，又是体验到一些完全不一样的很强烈的体验，跟香巴维又是不一样的，又是好像超越了五官的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能量，坐在那里，因为没有感觉到过这样的东西，所以那一刻啊，如果可以把这个能量带回家。让我每天在家里面都可以感觉到这个东西就好了，马上升起了这个愿望。当时我记得是2018年的，如果没记错是4月。当时孙雅课程是月头，原来4月尾就刚好有一个萨古鲁带的请女神回家的一个仪式。那我们完成了孙雅课程之后，飞回来。然后马上同月又飞多1次去印度，就把女神请回家。因为是第1次去中心，我们去完女神庙之后，我还去了那个阿迪欧给那个像那里去玩一下。那个像前面坐下一下，又闭起眼睛，有些奇怪的感觉。拍了个照，这次关于中心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说，但回到我们请女神那里，就是请回来之后呢，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的顺利。当时我的练习是1天1次 Surya Kriya， 2次香巴维，2次孙雅冥想，2次 Shakti Chana Kriya， 还有女神在家。结果呢，我的事业很顺利，我的健康非常好，又有个女朋友，然后跟整个团队又很融洽，全部都是因为这些瑜伽。到了2019年，就根本可以说是伊耍年了。在那一年是完全是关于伊耍的。年头我们再去了印度，参加了大湿婆之夜。8月我们去跟了萨古鲁，当时做了一个河流运动，有一个贵宾团这样的东西，可以跟他一起旅行1个礼拜，就一起吃饭，跟着他旅行，他去哪个庙做萨赏，我们都可以在那里，然后跟他去长蒙迪山。8月9月去了这个。回来之后10月马上在香港进行了 BSP， 之后呢又参加了瑜伽体式，所以我的2019年就完全是伊耍年。那个大湿婆之夜 BSP， 特别是那个查蒙迪山，有太多东西可以分享，所以我认为可以之后独立拍很多集来分别说一下这几个经历背后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发生。跟萨古鲁去长蒙迪山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些很私人的问题。总之就是2020年我就决定要参加圣亚马和教师培训。We want to bring back classical yoga in its purest form, not the studio yoga, not the book yoga, not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are being done in the world. 已经报名了，圣亚马的准备已经过了，面试已经过了，飞机票已经买了，准备要出发了，结果疫情来了，所以就停了，突然间没得去。我们还报了南印度的寺庙的行走，全部都没得去了。没得去了干嘛呢？突然间我们在2020年有了孩子。我太太因为生理的原因，她是很难有孩子的，但是我们有了孩子。因为疫情很多工作停了，所以我的重心就放了在如何帮她度过好这个怀孕期。那当然了，答案也是那样。以前就是工作上面有什么问题，萨古鲁事业、萨古鲁带团队等等，现在就是萨古鲁怀孕，把所有关于萨古鲁说怀孕期生小孩、如何当父母的中外的无论文章还是视频，全部看一遍，
做笔记，然后就完全按照萨古鲁的指引去帮我的老婆去准备她的第一胎。她是在整个怀孕期10个月，每天进行瑜伽，做2次香巴维的。这个我又觉得可以独立之后一集再说。简单来说，2020年本来去教师培训，本来去三亚嘛，结果去了生仔。到21年，福仔出生了。当时挣扎，刚刚出生这么可爱，但是我本来打算去年去参加教师培训，去不了，今年要不要去？后来我想到的是，如果现在不去，我得到什么？我得到就是可以看着我的孩子0岁到1岁的这个过程。如果我去了，我得到什么了？我得到我一个更好的状态，变成一个简单的说，就是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将一个更好的人带给我的老婆和我的孩子，这是我得到的。而我失去的就是没办法看着他0岁到1岁这个过程。所以我要哪个？最后我跟我的太太都是决定我要去印度，因为我回来的话，整个家都会变得更好。所以她是非常支持我去。所以我在福仔刚刚出生不是很久，3个月的时候，在印度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自己一个就去了印度参加教师培训。所以我去教师培训的出发点，当时不是想成为一个瑜伽老师，因为我本来已经有一个不错的事业，我只是想，好了，现在哈他瑜伽我学过了，香巴维、孙尼啊、BSP 所有东西我都经历过了，剩什么样嘛没去。当时最长的一个课程就是教师培训，连续6个月在印度的伊耍中心进行。我很想去体验一下，如果我在那里生活，每天进行高强度8到9个小时的瑜伽之后，我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这个是我更加兴奋、更加想去探索的。我们想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其实讲到底什么叫更好，就是我们的体验变好。那如果我每天做这么多的瑜伽，而且还在一个能量空间，每天吃素，那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呢？我非常期待。所以当时我没有想当瑜伽老师，就因为这一点我去了。回来之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一辈子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么一个半年的东西。我觉得教师培训又是可以说1集的东西，所以这里就不细说了。这里可以补充一点，当时我虽然没有想要全职当伊耍的哈他瑜伽老师，因为本身我在教唱歌啊，教得不错，又赚到钱。但是当时有一个问题是，学生有问题，我知道那个钥匙在哪里，所以我就会教他们，你参加Surya Kriya，你去内在工程，他们上完之后，整个声音就改变了，然后整个人状态又改变。我当时就开始意识到，如果我要继续当一个老师，我是不是继续只能够教唱歌呢？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可以教给同学啊！你看，你教他唱歌，最多他可以唱首歌了。逝去感情如何留得住？你看人家去了伊耍的课程，整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以后我回来，我不一定要全职教瑜伽，继续教唱歌。当同学们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教你瑜伽，这不就很好吗？不用每次都外包，你去那个课程，你去那个课程，我教他就好了。所以当时我教唱歌都慢慢加入了很多萨古鲁教给我们的元素，例如你要怎样先保证好自己的状态才去工作，我就教我的学生怎样先保证好你的状态才来学习。你要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试音，或是要开什么演唱会，先学会稳定自己的状态。我带他们吃素，我带他们做乌帕瑜伽，我带他们如何坐在阿达西达森啊，如何做气脉净化等等。所以我的课程呢，当时是有点争议，教唱歌的课程，因为每个人教唱歌就教唱歌，为什么我教唱歌的课程就会教大家静坐？为什么要教大家冥想？现在慢慢越来越多同学能够理解。
当时大部分人是不理解。那镜头一快转，2022年我就回来了。疫情还没完全好，我太太一直觉得她的愿望是想要有2个孩子，再多一个男仔，再多一个女仔，她是不重要。她说她的愿望就是有2个。结果我们2022年就真的又有那个孩子了，又有那个女儿，程程就出生了。23年的时候又重新来一次备胎，然后又每天2次香包围。那3年基本她有2年是去了生孩子。我从印度回来了之后，这几年主要是看着福仔，陪着程程，陪着我太太去生活，因为我们2个都决定，他们2个到7岁，我们就要把他送到印度的伊耍那个 Samskriti 的学校里面读书。我们都知道，只会陪他7年，7年之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我们旁边，所以我们这几年就尽我们所能的多时间去陪他们。拜萨古鲁所赐了，因为这些瑜伽，我的工作转移到可以在网络上面进行，能够赚到 OK 的钱，有能力可以尽我所能的提供他们好的物质的生活。玩了几年，嘿，街好唔好啊？花灑成我哋嘅。你大膽。哎呦，哎呦，哎呦，幾開心啊！個大頭先睇。哎呦，起身起身起身！哎呀！即刻懶到笑啦，唔好忍笑，笑下啦，唔好忍笑啦。呢個好搞笑嘅，你睇。食下食下啊！食飯啦，做乜嘢？邊喺度仲要摸摸睇下。Took care of his family, put the children to sleep and done a room and everything. 最多次。
媽媽帶你去搭飛機喎，點樣㗎？搭飛機超破再嚟多次，搭飛機係點樣？超破。再同狗狗拜拜。看前面，的这类新沙贝大海的声音，黄白坡、龙虾鞋、沙滩块。好啦，坐得。后来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是我想很多人是没办法理解的。我尝试把它尽量说得明白，就是从2022年我回来之后，22、23、24这3年，简单来说就是提供这个世界所谓的成功，物质上的丰盛，提供给他们。我慢慢发现有点不对的感觉。我练了这么多的瑜伽，提升了自己的能力，提升了这个能力干嘛呢？用来赚钱，挣钱来干嘛呢？去玩吗？吃更好的，买更好的，变更大的房子，越来越多的旅游，不断的娱乐。难道我做这么多的瑜伽得到的那个能力，就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钱来满足这些欲望吗？我慢慢觉得有点不对。我想去体验一下当地人是怎么生活，因为刚好那里有女神庙。萨古鲁有很多次提过尼泊尔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能量空间。They built a massive energy body across the geography of a certain part of Nepal so that the whole population can live in a consecrated space. Because they realized that living in a consecrated spa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living in a comfortable home. 所以我们去体验一下了。我发现当地人呢，我觉得尼泊尔又可以说一集，但这里简单说一下，那里是很穷的，
对比起我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在广州、在上海、在北京工作过。如果比起这些大城市，尼泊尔根本算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但是那里的人笑容比大家都多。为什么？我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我自己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所谓我们怎样去走我们的人生呢？我在香港长大，就是教我们要成功，要赚钱，赚钱是第一。但是没有人从小到大你一定要赚钱，要出人头地，要成功。但是没有人问过，赚这些钱来干嘛呢？其实赚这些钱到最后就是无止境的吃喝玩乐。难道我们的一辈子大部分的努力就是为了来满足这些欲望吗？对我来说，我已经厌了。可能我还没得到过的时候，我会很想追求那些东西。但是你们自己可以试一下。很多人说旅行很好玩，为什么很短呢？4、5天呢？你试一下连续1个月去旅行，你试一下连续你想吃什么你可以吃，你想买什么你可以买，你可以睡到几点都可以。你过几个礼拜之后，你会发现哇，好闷啊！然后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为了追求那些东西，那些是真的到最后只会闷死你而已。如果不是为了那些东西，赚钱来干嘛呢？哦，原来大部分人赚钱是为了要获得在别人眼中我自己是成功的，就是来自一个比较，我比你有钱，我比你有地位，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爽，是为了就这个爽。当时的我可能已经经历过那些吃喝玩乐的同时，这么多年的一点一滴的，让我已经越来越没有兴趣要去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这些都慢慢没有了的情况下，我就会反思我的生活的状态是不是还是要继续这样。直到在尼泊尔生活之后，我就发现，我可以更直接的一点说，我认为这个世界很多的地方的社会结构呢是有问题的，是有病的，是病态的。我在尼泊尔简单生活，吃得很好，住得很好，地方又大，只需要一点钱而已，不贵的。台湾也不贵，中国内地有很多城市都不贵，但是香港是贵到发神经的。所以如果你要在那个地方生活了，你就必须每天像一只牛一样不断的工作，生活成本高到不可思议。那你就必须要一天有很多时间是在工作，就是为了来满足这么基本的生活需求。这是很病态的。我就看到我不想过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不玩了。我不想在这个社会结构下面成为这个结构下面的奴隶，而用一个所谓的你要追求成功的包装，其实是一个奴隶。我不玩了。尼泊尔回来之后，我发现生活在世界上，我们会有旅行的需求，吃东西、住的舒适，有基本的需求，但不应该有无止境的贪婪。我要比较等等的那些东西。大家看内在工程在这里，我不知道怎么说。哎，这个就很重要了。如果你怕你的不做事情，你就会饿死，你一定饿死。如果你在香港生活，如果你在东京生活，你在台北生活，你一定饿死啊！饿死怎么办呢？一定要工作了。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看一下呢？沒有這個機會的啦。係啦，冇錯，全球工時最長城市香港。原本第一位應該自豪嘅，不過但係呢一個第一位咁啊唔應該自豪。香港嚟講正常嘅。原來因為始終喺香港點講呢？
可能做嘢同埋休息就兩樣嘢，可能冇乜話點樣去享受生活咯，好多就攞晒去做嘢咯。即係大家喺度競爭，要效率，要個時間，又要可能做啲嘢要平過人哋，咁就一定要喺揸壓員工咁樣。你有冇引以為傲啊？冇。所以話香港打工仔拎到第一位，根本係實至名歸嘅。所以我們現在在大理了，大家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等一下，來大理，我們有進修，你放下所有東西，來這裡做瑜伽、吃素，吃得好，睡得好，看一下自己的人生。每個人都有不是資格，每個人都要有這個權利去獲得這個生命的自在。不應該被社會壓死，成為這個社會的齒輪。哎，這個很荒謬啊！薩古魯在那個我們的教師培訓之後，都會有一個手冊給老師的，裡面就說到，你不用擔心你的生存問題，反正你練了這麼多瑜伽，你反正也吃不多，吃不多就不用的很多錢，除非你要吃得很糟糕，你才要用很多錢。你吃得很好，你是不用很多錢的。好像你去香港，光是坐車已經1個禮拜用了1萬台幣了，坐車和吃飯。那如果你要在那裡生活，不就更貴嗎？更貴怎麼辦？更貴的你要賺更多的錢咯。就香港是一個說利益的地方，它就是一種生意，一種商業。我就想盡辦法如何可以賺你的錢而已。但我不想過這樣的生活，我不想練了這麼多瑜伽之後，把我得到的能力是用來想辦法賺你們的錢，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現在在大理，在尼泊爾，生活成本這麼低，你自然就不需要成為一個野獸一樣去賺錢。因為為什麼你要在那裡生活？因為大家都說那樣生活才對啊。但為什麼你那個是標準？我覺得人就是這樣。如果你生活的環境呢，你看的所有資訊都是成功啊、賺錢啊，你就往那個方向。如果你看的是娛樂八卦，你就可能變成追星族。但現在好像很少人去，怎麼說？很少人分享一些真的對他們自己有價值的東西。有很多人在分享，但我自己的感覺是，他們很多人在分享背後是有個慾望要滿足了，他們是想賺你的錢，或者想出名而已。我現在在分享的是真的對我很有價值的東西。在平常看娛樂八卦、看政治新聞的時候，可能有機會可以看到這些，我覺得會更有價值咯。所以從今年開始，我已經在考慮要不要放下我過去教唱歌的事業。因為過去我為什麼會做？因為我一直很想找到那個答案。為什麼有的人可以不學都可以唱得很好，有些人無論怎麼學都是唱得很爛？我想找到方法幫他們訓練出他們想要的聲音。這個我用了20年找到了一個答案。到今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說，任何學生來到我的面前，一聽可以馬上知道他是什麼問題，直接給出步驟，練出自己想要的聲音。同時，我也已經把我這些方法教了給我的團隊的老師，他們也可以幫那些學生做到那些聲音。5顆星的話呢，我打5顆星，因為真的是沒有遇過這樣子的老師，就是真的是在幫我，就是說，我把你教啊，我就教了，他學不會就是你的事情，這樣子，就心裡就好高興了。我覺得花那個學費是一個小事情，然後能夠改變我這50-60年這種緊張感。而且能夠站上台上，竟然不會皮皮喘，全身發抖，我就說我好高興啊！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教學認真的程度，感覺上應該是
学生应该要比老师还认真才对。老师是教一个东西，你学生就要去练那个。可是竟然他认真到让我说，我不练都会对不起他。我第一次看到老师这么认真，这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超级感谢老师们，直接突破我10年的障碍，就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在短时间我就可以变化这么多，就有点像是做梦的感觉。我就跟我朋友说，我们要去还愿一下，那个拜拜要还愿一下，我要安排在下礼拜哦，下礼拜。如果老师有到台北，我会请老师吃饭。你知道，请我们吃饭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因为你不知道我们会吃多少。请了一次，不敢再请下一次。没有其他地方我看到可以做得出来过，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任务呢，我已经完成了，就是找到这个答案。现在教学对我来说，教唱歌有点吃力。吃力不是说很难教，而是已经怎么说？因为太简单了，无论你什么声音问题，你来到我一听就知道了，我很闷了已经。但我从印度回来之后，为什么还会继续教了？因为很多人学唱歌的同时，很多人学不到的同时，我可以教，所以我这个事业是可以赚到很多钱的。同时，我的团队的老师是可以一起去做，这是很好的事业来的。但老实说，真的很闷啊，解决这些东西。后来想着想着，不如真的开始教一下瑜伽咯。因为我自己可以变成今天这个生活状态，真的只是靠萨古鲁的瑜伽和智慧。所以，如果可以把我的工作转移到教瑜伽，我觉得有兴趣的人就来学。所以在2025年，我就做了一个社群出来。我想把我这么多年在萨古鲁身上，在印度中心各种的经历，所有的资讯放在这个社群上面，然后让大家可以一起进来参与到，提升到自己的生活的状态，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才是最有价值的。练很多瑜伽，然后还是像以前的生活方式，我觉得真的就浪费了。同时，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想去印度，但是怕啊。但是我去了这么多次，还跟我太太让大家以后可能想去印度的可以去参考，想去尼泊尔的可以去参考，我们也可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去。我想参加一甩瑜伽从哪里开始，不同的练习有什么不一样，练了之后你的有什么帮助等等，我希望可以全部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包括一些可能我开始会想做的每个月的线上的乌帕瑜伽带领，给一些初学者，让大家找到自己想找的资讯。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资讯有兴趣的呢，我会放一个链接出来，那大家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加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过去9年一甩瑜伽的回顾了。说着说着，原来发现有很多东西可以独立说一集还有一个可以分享，萨古鲁的书帮了我很多，内在工程啊、业力啊等等，这个应不应该说呢？这个说出来的，应该这样说。我可以说我太太，她经常很笨的，她有看但看不懂，我经常就要解释给她听。但在解释的过程呢，也让我更深入的去看一些内容。所以在那个社群，如果有时间呢，我也希望做一些说书，变成说书佬。好，今天我们说好了，现在说到这里了，有什么再补充呢？是要核实吗？现在再见。